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 Midnight 频道，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让我们一同讨论。YT 用户 Tano 是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安保员。2019年时，他就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家地铁公司工作了4年了。可是，在此期间，他却从未遇到过像4月21日那天发生的事情。这天的傍晚时分 ，Tano 准时来到了这家公司的一栋办公楼内，接任当晚的夜间安保工作。可也就在凌晨的2点30分左右时，他却从步话机中得知了这样一个讯息。此时，他在监控室内的同事发现 Tano 所在的这处入口位置的门外，似乎站着一名女士，而且据他的同事讲述，这位女士好像已经呆呆地站在那里很久了。所以他们想让 Tano 去询问一下这名女士，她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但也就在 Tano 抬头查看时，这些透明的玻璃门外却并没有任何人。起初 Tano 只是以为这只不过是同事跟他开的一个玩笑而已。可是当他查看自己附近的这台监控器时，这里的门外却真的出现了这样一名女士。Llegan a ver, hay una mujer en la puerta del edificio, una mujer al lado del portero eléctrico. Esto, hay, ¿lo ven? Acerquemos. Hay una mujer al lado del portero eléctrico. Son las 2:30 de la mañana. Esa imagen nunca apareció, nunca. Estoy todos los días cada 12 horas. Eso nunca apareció en la vida. Ni temprano, apareció recién y no se mueve. Ahora, vamos a ver. No hay nada, ven ahí, no hay nada. No hay nada, pero cuando yo veo las cámaras, me aparece la mujer. 从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 Tano 在来到门前时，这里却并没有任何人；而当他重新返回监控器的荧幕前时，那名女士却又出现在了这处门外。而且在 Tano 用手机录制这段影片时，这一幕也已经发生了有10几分钟之久了。甚至是在监控室中的同事也不相信 Tano 所说的这一切。随后，他的同事也疑惑地来到了这处门口位置检查，但他却并没有发现异常，门外并没有任何人，但监控器的荧幕中却出现了一名女士。可是此时，这台监控器拍摄到的其他一些物体却是正常的。当有人从它的下方出现，又或是离开时，这台设备却仍旧可以正常地记录到。唯独只有门口位置的画面中，却出现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所以这也让当晚独自在大厅工作的 Tano 感到了有些恐惧。Son las 2:30 de la mañana. Esa imagen nunca apareció, nunca. Estoy todos los días cada 12 horas. Eso nunca apareció en la vida. Ni temprano, apareció recién. Number 9.刚刚看到的这段影片是我们不久前在 TikTok 上发现的，但他的这些分享者们却并没有就这段影片给出任何说明，或许他们也不清楚此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影片的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当这台汽车的灯光开始闪烁之后，它的前方似乎还出现了2名路人，随后一名男子便走到了车前，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好像正在驱赶2人的动作。可是当这台汽车的车灯再次亮起时，那2名站在栅栏外的路人却突然消失了。
对此有一种猜测认为，那或许是由于监控器的故障所造成的。他将以往拍摄到的2名路人的残影记录到了这段新的监控录影中，而当这名车主在看到这一幕，立即出门检查时，其实栅栏外并没有任何人。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车主在来到汽车前时，他似乎就已经看到了栅栏外的这2人，因为否则他也不会做出这个摆手的动作。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Number 8。2023年9月时，知名的探索频道 History 就发生在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这场离奇目击事件进行了调查。这是发生在2017年年中将至的一起目击事件。此时，一位圣彼得堡的居民正准备趁假期时间驱车返回与家人团聚。这天，他正行驶到普里奥泽斯基区附近的一处路段，而多日来的降雪也早已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如同童话那般的白色世界，让人很难分辨出哪里是农田，哪里是荒野。但也就在此时，他却在森林与道路之间的一片空旷的区域里，发现了这样令人震惊的一幕。此时，目击者透过浓雾隐约可以看到，这处旷野中似乎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圆球，而且这只圆球的内部还发出了一些耀眼的光芒。从当时他拍摄到的这段影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物体好像还在不停地变化着它的颜色，这让目击者感到了有些困惑。他曾经几次调整拍摄地点，试图清楚地记录下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幕，但由于即将到来的暴雪，导致能见度变低。最终，目击男子只能在糟糕的天气到来之前赶快离开了这里。而也就是他的这一发现，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猜测，这名男子可能无意中目击到了俄军的一次秘密实验。而这种猜测存在的主要根据是，从美苏两国的冷战时期开始，苏联军方就一直在这些偏远且荒凉的地区测试他们的新的武器系统。但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些地点也并不是固定的，而且还有不少阴谋论者声称，糟糕的天气似乎就是隐藏秘密的最好时机。因为在这场实验过后，所有的痕迹都会被厚厚的积雪掩盖，而且极差的视野也能阻隔过往路人的视线。甚至还有人称，这个巨大的发光物体像极了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时假想出的一种名为戴森球结构的能量获取方式。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俄国的科技水平可能远远地超越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根据 History 频道的讲述，我们得知，他们首先将这段影片进行了鉴定，以排除影片造假的嫌疑。但在经过视频法医米克维斯特的检测后，他却并没有从这段影片中发现任何一点。可是 History 频道却从很多物理学家那里了解到，即使是以我们现在的科技能力，也是几乎无法制造出戴森球的。而对于它是某种正在实验的新型武器的这种假设，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通常军方的实验场地周围都会被巡视的军人以及高高的围栏所包围，所以他们不太可能将这样如此巨大的一个家伙随意地拖到某处进行实验。所以最终他们得出，这可能是某人故意制造的一件类似于带有科幻色彩的艺术品。而这种猜测也在随后米克博士在把这段影片修复后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在这上面看到了模糊的银行字样。Bank. So this is actually the Bank of Russia. What we're looking at here is actually. 看上去这将又会让不少阴谋论者感到失望了。或许只有像是 History 频道的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才能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到更多未解之谜的真相。Number 7。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是2023年7月时，有一位名叫 Nesta 的 TikTok 用户所分享的。从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孩用一条鱼为引诱，将一条长长的奇怪生物从沙滩里拽了出来，并向大家展示。那么这个极奇怪又让人感到有些恶心的生物又会是什么？据分享者讲述，这是他们在澳大利亚的一处海滩内发现的。据说这些深藏在沙子里的家伙是会攻击游客的，而且他们也已经咬伤了不少赤脚走过海滩的路人了。当地的很多渔民将这种生物称之为博比特虫。虽然如此，但是还是有不少观众对于 Nesta 所说的这一切感到了质疑，因为他们在另外一段 Nesta 的影片中发现，这个生物似乎是由2部分组成的。当它钻出沙滩时，它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虾蛄一样，而在分享者在将它拖出沙子后，它却又变成了一条长长的蠕虫。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分享者利用2种不同的生物伪造的一段影片。然而当我们好奇的在网上搜索关于这种生物是否真的存在时，却看到了这样一篇来自每日新报的报道，而且报道中出现的这些生物似乎跟 Nesta 拍摄到的这个家伙非常的相似。根据这篇文章中的内容，我们了解到这是一种名为澳洲海滩软虫的多毛类环节生物，它的分布也大都在澳洲的东南部海岸附近。虽然这种软虫对人类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危害，但如果不小心被它咬伤后，是不会造成致命性的危险的，因为它们大都是无毒的，而且很多当地的渔民还会用它当作诱饵来捕鱼。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在这些海滩上徒步时，是否应该穿上我们的鞋子。Number 6。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 YT 用户 Alex 所分享的。据分享者讲述，这是他们在俄亥俄州索拉诺县一处名为费尔菲尔德小镇拍摄到的一幕。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里到底发现了什么。Okay, so these 4 things come in and out, and then there's a 5th one that will come. That's what I'm playing. They disappeared again. This is what I got in Florida. There they are again. And there's a top, right up top, up there. There it is. Yeah, right here. And they're moving. It's under the cloud too, the main one. 那么，天空中的这些发着亮光的物体又会是什么？这真的会是一架外星生物的幽浮吗？随后，这些奇异的小光球便渐渐地消失在了夜空中。但当拍摄者再一次发现它们时，这些光球看上去却就像是从某个巨大飞行器中发出的亮光那般。It's going to come bright. Here it is. That's exactly how mine did on those. Okay, and it's There like it is. circling or something.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s are behind the trees, I guess. No, Yeah, that's right not. here. They just came back up. There they are again. Oh, how many are there now? Oh, they're like separating or something now. Oh my gosh, they're like meteors or something. They're yes. Holy crap, what is that? 然而，分享者发现的这一幕却让不少观众们感到了困惑不已。有人认为那些光球可能是某些建筑上安装的照明设备，因为他们似乎并没有看到这些家伙移动过，而更像是从一个固定不动的物体上发出的亮光。也有人称，这些光球似乎是从一架蝶形的幽浮上发出的光亮，特别是在它消失后又再一次的出现时的这一幕。那么，对此你认为呢？ Now. Oh my gosh, they're like meteors or something.
They're yes. Number 5. 2023年9月时 ，TikTok 用户 Frank 在南非的特兰斯凯区似乎目击到了这样一场与众不同的龙卷风。然而，当他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分享在了网络上之后，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大家对于这一幕是否属于一场小规模的沙尘暴，还是龙卷风，感到了困惑。因为从这段影片的背景声中，大家几乎听不到风吹过这里的声音。而且最奇怪的是，这条细长的风带上出现的这个黑色的物体，此时它看上去似乎就像是正在被慢慢的吸入到高空中那样。可是这就像是我们看到的那样，随后这个黑色的物体却突然消失在了那里。对此，不少观众推测，那可能是一只被吸入的鸟儿，又或是其他一些体积并不大的物体。也有人称，这条从地面渐渐延伸到太阳的风带，就像是某些影视作品中展示的巫术那般。但无论哪种猜测，对于这一幕而言，都令我们感到了惊叹不已。Number 4. 2020年8月时，墨西哥的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了这样一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离奇事件。据称，几天前，位于该国南部维拉克鲁斯州的库洛图萨地区，有一位居民疑似遭到了恶灵的附体，而且他在一处商户外攻击了几名从此经过的路人后，便在这些目击者围堵下，跳上了一棵约10米高的棕榈树，并快速地爬上了树梢位置，躲在了那里。报道中称，事发地是一处当地原住居民的保留区，所以当这一幕在发生时，便立即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人们纷纷拿起了木棍、砖石以及武器，将这处街道围困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声地喊叫着，试图将树上的这名男子驱赶下来。Esa cosa que está ahí, el bulto. Sí lo veo, lo gris, ¿no? Ya lo vi. 据称，这一幕是在持续了近1小时左右后，警察的到来才将这些围观居民们疏散。而在此期间，几位当地的年轻人更是用手机在 FB 上直播了整个过程。随后，记者们在当地警局内的一间囚室里找到了这名疑似被恶灵附体的男子。Pero en Chiapas no opinan lo mismo. Acusaron a este hombre de ser un nahual, de cruzar un río a gran velocidad sobre sus 4 extremidades. Por eso lo apresaron. Así en 4 patas corrió desde mi barrio hasta la forma. 根据记者的了解，此时这名男子已经被拘押在这里近3个多小时了。在此期间，这名男子一直就这样狂躁不安地在囚室里来回的移动，并发出了阵阵令人感到恐惧的嘶吼。然而，在随后的调查中，记者们却从警察那里了解到，当他们在对这名男子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检查后，警察却并没有从这名男子的血液中检测出违禁药物以及酒精的残留。随后，警察们便把他送往了当地的一所医院，因为他们怀疑这名男子可能存在有某种精神类疾病。然而，在帮助他进行检查的医生埃德加那里，记者却了解到，他们并没有发现这名男子患有任何一种精神类疾病。那么当晚，这名男子到底遭遇到了什么？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了解到，这位男子是独自待在家中的，而他的家人们也并不住在库洛图萨地区。所以，当这一切在发生时，可能没人在他的身旁。Pero en Chiapas no opinan lo mismo. Acusaron a este hombre de ser un nahual, de cruzar un río a gran velocidad sobre sus 4 extremidades. Por eso lo apresaron. Así en 4 patas corrió desde Number 3. 您是否也曾有过在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
幸运地摆脱掉了危险的经历。然而这次的体验又让你感受到了什么？或许有些人会将这一次的幸运经历归咎于是得到了神灵，又或是守护天使的眷顾。但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好运气，帮助我们逃过了这次的劫难。可似乎至今为止，对于这样离奇的经历，我们却仍旧无法找到准确的答案。这似乎有些像是2022年时发生在阿根廷的这一幕那样。据这些报道中称，影片中的这位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士名叫坎德拉，她是一位年轻的母亲。2022年的3月29日这天的上午11点左右，她像往常那样准备在地铁站搭车回家，但也就在此时，车站内的一台监控器却拍摄到了她摇晃着身体走向了即将驶来的这列火车。紧接着，她便掉落到了站台与列车之间的这条不足20厘米的狭窄缝隙里。但庆幸的是，当这里的工作人员以及乘客们将她从这里面救出时，坎德拉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是身体的部分位置出现了些轻微的擦伤而已。而这也就是令人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据称，当时驶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冈萨雷斯卡坦车站的这列火车的时速达到了近30公里每小时。事发时的10几秒后，这列火车才逐渐地停了下来。而此时，坎德拉附近的很多目击者都以为他已经遇难了。然而，当这一幕发生的10几秒后，人们却从这下面听到了坎德拉发出的微弱的呼救声。可是，当大家将他从这里面救出后，询问他当时到底遭遇到了什么时，坎德拉却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完全不记得了。当时，根据医护人员的推测，这名年轻的女士可能是由于低血压症造成的暂时昏厥。可是，坎德拉却表示，他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然而他当天的这一遭遇却让人感到了难以置信。报道中称，冈萨雷斯卡坦车站站台与列车之间距离是不足20厘米的，而这样的设计也是为了避免乘客们的不慎坠落。可是坎德拉在摔倒前却刚好跌落到了这2节车厢的中间位置，从而才让列车将他带到了站台下。所以很多工作人员都难以相信这名女士是如何在这短暂的几秒钟内存活下来的。或许这可能并不是只有单单的好运气才能让她得以获救。Independencia, comando 3, Tapia le llama. Active por favor, por cámara tenemos una femenina que cayó en zona de vías. Copiado, nos dirigimos. Number 2 TikTok 用户 Millie Edgeworth Live 是一位现居住在英国、小有名气的模特。她经常会以影片的形式向大家分享自己在化妆方面的技巧。可是不久前，在她的这场直播中，却有不少观众在此发现了异常。虽然因为一些不明的原因 ，Millie Edgeworth 并没有将这段影片发布出来，但还是有不少观众录制下了这段影片。而对于大家议论纷纷的这场直播 ，Millie Edgeworth 只能在不久之后又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向大家讲述了当晚发生在家中的这一离奇的一幕。Okay, so on the live, right, 1 minute I'm doing my makeup in the mirror, like this, like literally doing nothing, and then everyone's like, oh, someone just walked in your house, someone just walked in your house, and I was like, stop winding me up, no one's walked in my house, like, stop winding me up. And then I walked over to the back door. Yeah. I'll show you the back door now, look. Alright. I walked over to the back door. Yeah. And you can see the back door there. Yeah. There's a reflection there. Okay, Yeah. so I have an automatic sensor when you walk out my back door that the back door light comes on. Yeah. Oh, I've just got the door down. So like, look, and you can see everything in the garden. Okay? I'm locking the fucking door. Look. Okay, so, alright. Yeah, I'm watching. Right, the door opens. I'm gonna zoom in. Oh, no way. How did your door open? It's glass. You can see through the door. Look. There's no one there. You're joking.
Bro, this is like the ring. And then, No. look, it gets worse. It gets worse. It gets worse, mat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m actually shitting myself. Look. Oh my god, you're joking. 据 George 讲述，在看到观众们对于当晚这场直播中发生的异常后，他便立即回放了这段录影，但他却在这段录影中发现了这样更为可怕的一幕。此时，他的身后这处门口位置似乎出现了一张诡异的人脸，而且据不少观众形容，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小女生那样。可是很多熟悉 Millie George 的观众们却都知道她是一名还未婚的女士，而且据这名 TikToker 讲述，她之所以未对此次的目击事件做出任何解释，是因为她进行这场直播时，这栋房子里就只有她自己而已。Millie 对此也困惑不已，她甚至感到了有些恐惧那天所发生的这一切，所以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她的观众们解释。那么当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相信不少人对 Annalise Michel 的故事以及她的悲惨人生都感到了震惊不已。1952年9月时 ，Michel 出生在了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中。在他的童年时 ，Michel 的亲友便发现这是一个虔诚且善良的孩子。他不仅每周都会跟随父母到教堂祈祷，而且这个孩子似乎还非常愿意主动去帮助别人。然而，也就是 Michel 16岁的这年，他的人生却出现了转折。1968年时 ，Michel 第一次因为疑似癫痫症的病状住进了医院。这是一种可以导致病患出现幻觉以及丧失意识的疾病。可是，直到1970年时，他却因为这种病状而多次入院，而且医生似乎对 Michel 的这一病症束手无策，所以这也让他们感到了困惑不已。他们已经开始质疑 Michel 患上的是否是普通的癫痫。可是，在他服用了近5年的精神药物以及治疗后 ，Michel 似乎并无好转。反而他的病情好像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此时 Michel 已经出现了自杀的倾向，而且当这个虔诚的天主家庭去往教堂参加弥撒时， Michel 还对一些宗教的符号以及标志出现了奇怪的反应。随后他的一些行为却更令人感到发指，他开始吃一些昆虫，又或是让人感到更为恶心的东西，并开始诅咒自己的家人。于是 Michel 的母亲只能向当地的教会寻求帮助，因为此时医生已经对于他的病情毫无办法了。当神父斯特阿尔特在见到 Michel 后，却注意到 Michel 似乎根本就不像是一名癫痫病的患者，因为他并没有这一病情的症状。最终，教会在多次的确认之后，认定了 Michel 是被恶灵附体。他们决定派出阿诺德·伦茨跟恩斯特阿尔特神父替 Michel 进行驱魔仪式。在1975年到1976年期间的大约10个月的时间里，这位年轻的女孩便经历了67次的驱魔仪式。然而在此期间 ，Michel 的身心健康却继续恶化，她停止了进食和饮水，最终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Michel 在去世时，她的体重只剩下了不到30公斤。然而 Michel 的死亡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质疑教会批准的这种驱魔仪式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在强大的舆论下，当地法院将 Michel 的父母以及那2名天主教神父做出了过失杀人定刑，并判处了每人6个月的监禁以及3年的缓刑。可是，在此后，不少当地的居民却注意到 Michel 的家人似乎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举动，他们开始纷纷搬出了这里。紧接着，便出现了不少传言称，有人透过这栋房子的门窗看到了死去的 Michel， 甚至还有一些目击者声称，他们在此拍摄到了某些灵异现象的出现。而这一切直到2013年时发生的一场离奇的火灾后，这栋房子似乎才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据称，这次的火灾是由于当地的一些居民在 Michel 的这栋房子里进行驱魔时不小心所引燃的，但是却有不少观众注意到，这场火灾刚好发生在2013年的6月6日这天。如果我们将2013这几个数字相加，刚好是6，再加上6月6日这天的日期，便得到了666这个撒旦的符号。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更像是一种疯狂的想法，
然而在随后媒体的报道里，不少人还从这场新闻直播中看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尽管 Michelle 的去世已经有近半个多世纪了，可是至今为止，关于她的灵异传闻却似乎从未停止过。2021年时，一位来自欧洲的旅行者在驱车经过莱布尔芬小镇时，他却发现原本 Michelle 居住的这栋房子，由于火灾的原因，现在已经被拆除了。但是在属于 Michelle 家族的土地上，这名女孩的墓碑却依旧存在，并且一些建筑以及谷仓也被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当 RV 将他拍摄到的这些影片分享在了自己的 FB 上之后，却有不少人在这处谷仓中发现了异常。此时，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谷仓的阁楼上好像出现了一个移动的物体。可是，在不少人将 RV 的这段影片调慢后播放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一闪而过的物体似乎就像是正在躲藏的一张人脸那般。而 RV 的这一发现却让人跟以往发生在这里的那一切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不少观众认为那可能就是不愿离开的 Michelle 的鬼魂。因为在 Michelle 离世后，很多人怀疑她可能就只是一名患有某种精神类疾病的病人，但由于某些原因让 Michelle 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这才是导致她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许此时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了，但还是希望 Michelle 的灵魂能早日得到安息。